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我们还是在村里的剧院旁边。昨天晚上啊，有年轻人喝了酒，倒车的时候啊，把我们的房车撞了一下，还好撞得不严重，也没有要他们赔钱，就让他们走了。我们本来就只是想在这个村里过一夜的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准备出发，结果来了这位老先生，他说他93岁了。他曾经在德国工作过30年，然后回到村里来养老。他说啊，这个村子啊特别适合养老。他在村里啊不算年纪大的，超过100岁的还有2位大哥大姐，90几岁的人呢还比较多。他还告诉我们，有一位德国女士，她本人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。她搬到这个村塔拉维拉以后呢，没想到活了35年。她死后啊，就给村里的教堂捐献了50万欧元。老先生的一番谈话，让我们对塔拉维拉有了非常大的兴趣。我们想考察一下，为什么塔拉维拉是这里的长寿村呢？塔拉维拉有715位村民，但是他们的运动设施配套非常充足。你看，有乒乓球、网球、壁球、篮球，这边呢还有小孩子可以玩的这种2轮车，孩子们在这里玩的也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现在就从村口开始看起吧。你看这个村子有壁画来美化小村。这是他们准备的这个街道，非常的干净整齐，甚至村里面啊还开放路面，让孩子们可以在地面上作画。这样子他们也释放了他们的精力。村里面呢还有非常古老的自来水系统，特别喜欢他们这些墙上的壁画，画的水平还不低呢，很有点童话王国的感觉。我们走过村中心，这边有教堂，还有咖啡馆，还有医疗室。后面呢，就发现这里啊，还有一个很古老的洗衣房。这个西班牙的农村呐，这个从古至今到现在，真是设施很好啊，到处都有这样的洗衣房，可以遮风挡雨，可以聊聊天。走出村子，我们就看得到前面就是一座大山。这座大山呢，正好挡着了村子的北面，在冬天的时候呢，就阻挡了北方南下的冷空气，所以这个村啊，冬天它是不冷的，他们甚至冬天都可以游泳。我们现在呢就想去徒步，去村子旁边的这个小山上。据说这个小山上有一个古老的小城堡，不过当然现在也已经废弃了。站在那里呢，可以观察整个全村的全貌。这种小村边的徒步线路啊，难度系数非常低，几乎就跟散步一样。在这里走一走啊，就是感觉很舒服的。旁边有很多的橄榄树，很老的橄榄树。爬到半山上啊，就看得到小村整个四周都围绕了一群山。这个山呢，也不是太远，也不会太低，所以正好把整个小村包围在一个温暖的地方。现在我这段路有点难走哈，就这样子吧。我要专心走路。也不知道水里面拍到了什么，但是基本上可以记录一下我走的这个路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路走得挺开心的，因为挺好玩。Ja, das kann man spielen hier. Die Steuer ist cool. 本尼走的正常的路，他已经到了山顶，在那里等我了。这就到了那个损坏的城堡了，山顶上的房子啊。
这个房子啊，也是修建于1000年以前，当时应该是穆斯林的人在这里。一般来说哈，在这些山间，如果山头上有城堡的话，那就意味着呢，在这里呢可以看清楚周围所有的这个地方。当年呢是作为战争或者收税的这个作用。现在哈，我们也看得到远处就是大海。因为夏天的时候，从海上吹来的风让塔哈维拉非常的凉爽。这个村庄里面啊，有一个教堂，传说哈，300多年前，这里开始有村庄过后吧，大家就想建一座教堂。大家提议呢，就是说每个人每天工作结束的时候，要从山间带一块石头回去。就累积了很多年以后，就有了足够的这个石材，然后呢，就用这些石材建了这座教堂。所以呢，这座教堂呢是属于整个村庄的村民的。现在站在这个山头上哈，这很有意思啊。这边哈，阳光明媚，云蒸霞蔚。这个方向呢是大海边的方向。然后呢，在下面呢，这就是村庄。然后呢，看得到从村庄出来哈，有多少的这个之字形的这个道路。这是为什么这里很多人到这里来骑自行车、玩摩托车。好，再继续转到我们的右手边，哈，这里就乌云笼罩，那山头上应该就已经下起雨来了。啊，继续往这个方向走。这里就是我们昨天那个开车过来的这个方向。这边的这个山林呢，在1个礼拜以前呢发生了火灾，也看得出来哈，就是也很幸运，这离村庄很近的地方啊，就火呢被阻止了，应该是有直升飞机撒了个灭火的粉啊，这样子阻止了这场森林大火。这里的山路非常的平整而且崎岖，所以说是很多自行车和摩托车爱好者喜欢的地方。我们在塔维拉村四周徒步的时候啊，也发现这边山上种了非常多的果树，比如说杏仁树，另外还有橄榄，还有葡萄园。当地哈就是不远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蔬菜大棚，这里物产非常的丰富。哇，这是回村的徒步线路，特别喜欢。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塔拉维拉是长寿村，这里群山环抱，面向大海，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再加上这里全年300天的阳光和健康的食品，所以这里非常适合养老。